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楊楠。今天呢，我们想聊一件每个人都會遇到，但不一定真正能夠想明白的事兒，就是如何去看待體檢報告裡那些影像發現。很多人呢都有過這樣的體驗，拿到了報告呢，看到肺結節、血管斑塊、頸椎蛻變等等這些字眼的時候，心裡一沉。身體呢明明是沒有不適的啊，但是呢影像上的描述卻像是一粒石子投入了湖心，讓平靜的生活泛起了漣漪。於是呢，我們就開始年復一年的出入檢查室，只為等來一句沒有變化，換取短暫的安心。我們似乎活成了一張張等待被宣判的影像，把健康過多的托付給了機器瞬間的快照，卻可能忽略了生活當中那些更持久、更根本的力量。那今天呢，我們很榮幸的邀請到了一位特別的嘉賓，他呢每天要面對成千上萬的影像，看到的不僅僅是黑白的圖像，更是圖像背後的人生與困惑。他就是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放射與核醫學科孫征技師長，歡迎您。您好。那孫醫生呢，將從影像科的視角來和我們探討一個重要的主題：健康不能只靠年年查，7分養10分防才是關鍵。7分養養什麼？怎麼養？10分防防的又是什麼？哪些檢查才是底線？孫醫生呢，今天給我們帶來的不僅僅是冰冷的讀篇指南，更是一線醫生的觀察、反思和一套可以實踐的養護智慧。那首先呢，我們先來歡迎一下孫征醫生。好，謝謝主持人。確實如主持人所說的，在放射科工作的這10幾年，我每天的日常工作就是和 CT 磁共振的圖像來打交道。在我們的電腦屏幕上呈現的是大家身體內部最真實的地形圖，骨骼的輪廓、臟器的形態、血管的走向。有人說我們這行其實是割皮猜瓜，但其實我們更像是看一部部無聲的關於身體的紀錄片。在這部紀錄片裡，我們看到的遠不只是解剖結構，我看到過發現微小異常後如釋重負的寬慰，也看到過因為一個描述而持續數年甚至10幾年的焦慮。我看到過年復一年像完成一個莊嚴儀式般準時出現在我們檢查室的老朋友，也看到過積極通過改變生活方式讓生命景觀煥然一新的驚喜。所以今天坐在這裡，我不僅僅是以一個放射科技師的身份，更像是一個看了太多身體內部風景的轉述者和思考者。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正是這些風景背後那些關於我們如何與自己身體相處，如何理解健康的真實故事和一點點粗淺的感悟。其實影像報告只是一個路標，它指向問題，但很少提供全部的答案。而真正的答案往往藏在報告之外，藏在我們每一天的飲食、活動、睡眠和情緒裡。這是我理解的7分養，它比任何一次精密的掃描都更接近健康的本質。我今天非常期待接下來的交流，希望能和大家一起找到那份比未見明顯變化更踏實、更長久的安心。非常感謝您，也非常的歡迎您哈。那孫醫生呢，我們也知道您在放射科工作了10幾年的時間了，每天閱片無數，是離身體內部真相最近的人之一了。但是呢，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兒呢，就是您經常提出一種反常識的觀點啊，認為說影像篩查不必年年做，養護呢比檢查更加的重要。這似乎和我們公眾普遍想要求一個安心的這個心態不太一樣啊。您是怎麼看待這件事兒的？為什麼會這麼想？其實這個想法吧，恰恰源於我每天在屏幕後看到的一些真實的焦慮。我經常看到一些朋友因為一次體檢發現了一個微小的一個肺結節，哪怕只有幾毫米，從此就進入了一種就是年度的焦慮循環。他們每年準時來複查，躺下的時候身體緊繃，反反复复地問醫生：“你長大了嗎？長大了多少？”而年復一年的報告很可能都寫着未見明顯變化。但是這句話不是一個好消息嗎？未見明顯變化，這聽起來其實應該是讓人覺得欣喜的啊，為什麼反而成為了一種焦慮的源頭呢？對，其實這正是就是這個問題的微妙之處。那麼從我們醫學上來講，
未見明顯變化，對於絕大多數患者來講，它是一個穩定的、良性的一個發現，就是最好的消息。但人的這個心理其實是很複雜的。當你知道身體的某一個部位，或者說某一個位置被標記了一下，那麼即使它不變，那份潛在的擔憂也很難消除。它就像一顆憂慮的一個種子，它每次複查的時候就會發芽。那這種狀態其實無形當中就縮減了生活的樂趣，給生活質量打了一個很大的一個折扣。確實是這樣。那麼從我們更專業的角度來看呢，影像檢查捕捉的其實是結構，而健康是一個功能與結構並重的一個動態的過程。我們如果過分地關注了結構的靜態快照，那麼就忽略了身體強大的代償和適應能力。一個穩定的發現，在良好的身體的內環境中，可能一生都會與您和平共處。這其實是一個矛盾哈。查了之後覺得焦慮，不查呢更焦慮。對，所以大家非常擔心啊，萬一漏掉了什麼，那怎麼辦呢？其實啊，這正是我們今天需要建立的第一個重要的一個認知，那就是影像筛查的核心意義在於發現那些真正有潛在威脅且早期干預就能改變結局的一些病變。它不是一個放大鏡，看到身體所有的非標準結構的顯示鏡。那麼我們的身體啊，打一個比方，就像是一棟住了幾十年的一个老房子，它必然会有这个岁月的痕迹。对，那墙面，比如說我們牆面上的細紋、管道上的薄垢，在這些在影像上呢，可能就表現出隨着年齡的出現，無症狀的一些輕微的蛻變、小囊腫。如果我們把這些居住的痕跡都當作結構的故障來年年檢修的話，那麼我們的生活重心其實就從舒適的居住偏移到了我們的焦慮檢修。對，這個比喻其實非常的形象啊。但是大家也會困惑的是，怎麼樣來分辨哪一個是可能引起我這個房子甚至有坍塌風險的這種裂痕？有哪一些呢？又僅僅只是我在這兒居住過幾十年的一個歲月的痕跡？哪些早期問題看起來是比較嚴重的？您怎麼樣理解這個問題？其實我們完全理解這種謹慎啊，但是對於現代醫學來講，已有這個大量的數據和科學指南，這就是今天我想強調的另一個概念，就是科學隨訪的一個概念。您提到這個三重負擔哈，這個其實也是我們容易忽略掉的一面啊。您幫我們展開來說一說，比如說過於頻繁的去複查，它具體會給我們的哪些方面形成一些負擔或者是一些潛在的問題？好。首先呢，比如說過度頻繁的檢查會帶來三重的負擔，是指哪些負擔啊？咱們說第一個就是生理負擔。